大家好，我是丽姐，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，感谢大家的订阅。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暖心的故事，是关于我们一位来自大陆的客户小芳在台湾生活的经历。这个故事让我感触很深，也让我对两岸的生活方式有了更深的认识。小芳是去年经我介绍认识了在台北工作的阿明，两人互相看对眼，经过半年的恋爱，终于修成正果。婚后小芳也移居台湾，跟阿明在台北定居下来。刚到台湾时，小芳难免会有些不适应，但是有一件事情彻底改变了她对台湾的印象，让她深深爱上了这片土地。那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，小芳正要去附近的超市买菜，她站在一个红绿灯路口，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奶奶慢慢地走在斑马线上。老奶奶走得很慢，一步一步，似乎腿脚不太方便。在大陆生活久了的小芳下意识地替老奶奶捏了一把汗，担心会不会有车子按喇叭催促。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却让小芳惊呆了。等待的车辆排成一条长龙，却没有一辆车按喇叭，没有一个司机表现出不耐烦。他们就这样静静地等着，直到老奶奶安全走到对面人行道。甚至有一位计程车司机还探出头来，微笑着向老奶奶挥手示意阿嬷慢慢走，小心点。这一幕深深震撼了小芳。在她生活的城市里，类似的情况往往会有司机不耐烦地按喇叭，甚至有人会从缝隙中抢行。但在这里，每个人都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和友善。小芳回家后，迫不及待地跟阿明分享了这件事。阿明笑着说：“这在台湾很平常啦。”这是基本的交通礼仪。接着他向小芳解释，在台湾交通法规非常严格，而且从小就有很好的交通安全教育。不管是开车还是骑机车，都要遵守交通规则，特别是要让行人优先通过。听完阿明的解释，小芳若有所思。她开始回忆起在大陆生活时的种种经历，马路上车辆争先恐后，行人过马路要左顾右盼，有时甚至要在车流中见缝插针。而在台湾，即使是最繁忙的街道，只要你站在斑马线前，车辆就会主动停下来让行。这让小芳不禁感叹，原来生活可以这么有秩序，这么温暖。从那天起，她开始更加细心地观察台湾的交通文明，发现还有很多令人惊喜的地方。比如公交车司机会等老人坐稳才开车，路口会主动让行救护车，就连在小巷子里会车时也都彼此礼让。就这样，小芳渐渐地爱上了台湾这种处处体现人情味的生活方式。她跟我说：“丽姐，我现在特别庆幸当初听了你的建议来台湾。这里的生活质量真的很好，虽然节奏可能比不上大城市那么快，但是处处都能感受到对人的尊重和关怀。要我说啊，这就是所谓的生活品质。不是光有钱就够了，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和对人的尊重。”小芳的经历让我想起一句话：细节之处见文明。在台湾，正是这些看似微小的生活细节，编织成了一张温暖的社会关怀网。说到交通习惯的差异，小芳观察得特别仔细。她发现台湾的驾驶文化真的很特别，让她不禁感慨，这简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啊。记得有一次，小芳跟阿明去阿里山玩，开车经过一个狭窄的山路，迎面来了一辆车，情况有点棘手。在大陆的话，这种情况可能会上演谁先让谁怂的戏码，但是在这里，对向的司机立刻友善地打了双黄灯，主动倒车到了一个较宽的路段，让他们先过。小芳惊讶地说：“天啊，居然这么自觉。”阿明笑着解释说：“这是台湾驾驶的基本素养啦，在路上我们都是互相礼让的。如果路窄的话，技术好的车小的就会主动让大车先过，这是不成文的规矩。”不仅如此，小芳还发现台湾的公交车文化也很特别。在大陆，公交车有时会出现甩站、带飞的情况，但在台湾，公交车司机都特别有耐心。老人家上车慢一点，司机会说阿公阿嬷慢慢来，下车时还会等老人站稳了才开车。公交车报站也都是中文、闽南语、客家话、英语4种语言轮流播报，照顾到不同族群的需求。有一次下雨天，小芳在公车站等车，看到一位坐轮椅的阿伯要上车，司机立刻下车，不厌其烦地操作升降板，还细心地帮忙固定轮椅。
等阿伯安顿好了，才继续开车。这种处处为乘客着想的服务让小芳感动不已。你知道最让我惊讶的是什么吗？小芳跟我分享说，在台湾几乎没人在路上按喇叭，除非真的很危险才会按。大家开车都很有修养，不随便加塞，不乱变道。确实，在台湾的马路上很少听到喇叭声，就算是在车流量大的时候，大家也都很有秩序地排队等待。这跟大陆的见缝插针形成了鲜明对比。小芳说，她第一次看到机车骑士们在红绿灯前排得整整齐齐时，还以为是在拍戏呢。更让小芳佩服的是台湾的交通执法制度，闯红灯、酒驾的处罚都非常严格，而且人人都自觉遵守。她观察到，在台湾几乎看不到强行过马路的现象，就算着急，大家也会等红绿灯。小芳说，你知道吗？这里的交通违规罚款可不便宜，但重要的是大家都觉得这是应该的。比如酒驾，不光要罚钱，还要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讲习，情节严重的还要吊销驾照。所以大家都不敢抱侥幸心理。在台湾生活久了，小芳也慢慢养成了良好的交通习惯。现在的她会主动给行人让路，不再闯红灯，也学会了耐心等待。她说，这种改变不是被逼的，而是被感染的。当你看到周围的人都这么做，你自然而然就会跟着学。让小芳印象特别深刻的是，有一次她在路口不小心走错了红灯，旁边的阿姨不是指责她，而是温和地提醒，小姐要看红绿灯哦，注意安全。这种既不纵容违规，又不伤害他人自尊的提醒方式，让她觉得特别温暖。对了，说到这里，我想起小芳还跟我分享过一个有趣的发现。台湾的机车骑士特别有趣，等红灯时经常会互相打招呼，遇到熟人还会寒暄两句。这种温情脉脉的氛围，在紧张忙碌的现代生活中显得格外珍贵。小芳把她在台湾的所见所闻发到社交平台上，真是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呢。当时她用手机拍下了台北街头那温暖的一幕，一位老奶奶慢慢悠悠地过马路，后面十几辆车子整整齐齐地排着，没有一个人按喇叭。视频下面的评论区简直炸开了锅，大陆网友火力全开，这是在拍戏吗？怎么可能没人催促？我在大陆生活这么多年，就没见过这种场面。不会是请了群众演员吧？台湾人这么有耐心，我要是开车等这么久，早就按喇叭了。看到这些评论，小芳忍不住笑了，丽姐，他们不信，但这在台湾真的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。她接着又发了几个视频，记录了更多类似的场景，公交车司机等待老人坐稳才开车，计程车主动给救护车让道，机车骑士给推婴儿车的妈妈让路等等。有个大陆网友评论说，我一开始也不信，直到我真的来台湾旅游才发现，这里的交通秩序是真的好到让人震惊。大家好像都很有耐心，也很替他人着想。小芳告诉我，她现在每次带大陆来的亲戚朋友逛街，对方最震惊的就是这些交通细节，特别是看到路口的画面，只要有人站在斑马线前，不管是豪车还是计程车，通通都会停下来让行人先过。我记得有一次，小芳跟我说，我婆婆来台湾玩，看到一辆保时捷在斑马线前停下来，让一个清洁阿伯过马路，当场就惊呆了。她说，这在大陆能买得起这种车的人，哪会给清洁工让路啊？不过渐渐的，小芳发现台湾这种交通文明背后，是整个社会长期的教育和引导。从小学开始，学校就会请警察叔叔来教导交通安全知识。电视上经常播放交通安全宣导片，提醒大家要遵守交通规则。而且台湾的交通执法特别严格，闯红灯、不礼让行人，都会被开出高额罚单。但更重要的是，这里的人们已经把遵守交通规则、礼让他人变成了一种习惯和文化。有一次，小芳看到一个很暖心的场景，一位老爷爷走得很慢，等待的司机不但没有不耐烦，反而探出头来说，阿伯，慢慢走没关系，安全最重要。这一幕让他特别感动。这些视频在网上持续发酵，引发了很多讨论。有网友说，原来马路也可以这么有温度。还有人说，这才是真正的发达文明社会啊。小芳的视频下面，很多留言都在感叹，什么时候我们这边也能这样就好了。
这种交通真的很令人向往。说起这个，小芳跟我分享了一个小故事。有一天，她买菜回来，看到一个老奶奶在等红灯，旁边站着一个小男孩。老奶奶走得很慢，小男孩就一直牵着她的手，耐心地陪着她过马路。等待的车辆里，居然有人对着小男孩竖起了大拇指，你知道吗？丽姐，小芳说，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我突然明白为什么台湾的交通这么文明了。因为这里的每个人都在用行动传递着善意，影响着下一代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在台湾生活久了，我发现这里的交通文明只是整个社会制度人性化的一个缩影。小芳某天和我视频时这样感慨道，她跟我分享了更多在台湾的日常见闻，比如说公共场所的无障碍设施特别完善，不管是地铁站、商场还是公园，都会考虑到行动不便者的需求。盲道是真的给视障人士用的，不会被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占用。小芳说，她最喜欢台湾的一点是，这里处处体现对弱势群体的关怀。公交车除了给年长者、孕妇预留博爱座，司机还会主动放下踏板，方便轮椅上下车。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，他看到一位视障人士在十字路口徘徊，路人和便利商店店员二话不说就上前帮忙引路。在这里生活，你会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温暖。小芳说，不管是骑车、开车还是走路，大家都很替对方着想，就连在小巷子会车时，都会互相点头致意，用手势示意你先过。有一次下大雨，小芳在路边等红绿灯，一位骑机车的欧吉桑看她没带伞，居然特地停下来借伞给她。小姐，你先用，我有雨衣，等一下放在便利商店就可以了。这种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和友善，让小芳特别感动。台湾的驾驶文化也让小芳印象深刻，这里的道路规划很人性化，转弯车辆一定要让直行车先过，路口还会标示让字提醒驾驶要礼让。大家都很自觉遵守交通规则，不乱按喇叭，不加塞，看到救护车会主动让路。说到救护车，小芳觉得特别神奇的是，在台湾听到救护车声音，所有车辆都会自觉往两边靠，让出一条生命通道。这种全民共识真的很了不起。小芳说，每个人都明白，也许哪天需要救护车的就是自己的亲人。最让小芳感动的是台湾对老年人的照顾，不只是过马路时大家会耐心等待，在医院、银行等公共场所都会有志工主动帮助老人家。记得有一次，小芳说，我在医院看到一位老奶奶想吃便当，但手抖得很厉害，护理师二话不说就过去帮忙。这种点点滴滴的温暖，让人觉得变老也不可怕。渐渐的，小芳发现自己也被这种文明习惯影响了。现在的她会主动帮忙扶老人过马路，看到有人找不到路会主动询问。这种改变是很自然的。她说，当你身处一个友善的环境，你也会不由自主地变得更友善。记得有一天，小芳跟阿明商量未来在哪里养老的问题。阿明开玩笑说，你现在这么喜欢台湾的生活，看来是不想回去了哦。小芳认真的点点头，在这里生活，虽然挣的钱可能比不上大陆的大城市，但是生活品质真的很好。尤其是想到以后变老，在这里生活，我会觉得很安心。爸妈，我想好了，我要在台湾定居。在一次视频通话中，小芳郑重其事地对父母说，刚开始爸妈自然是不同意的，毕竟在他们的印象中，大陆的发展更快，机会更多。你看看隔壁老张家的闺女在深圳工作，一个月工资好几万呢。爸爸这样劝她，但小芳却说，赚钱确实重要，但生活品质更重要，您知道吗？在台湾，我感受到了真正的幸福。接着，小芳开始跟父母分享她在台湾的日常。她把之前拍的视频都发给父母看，斑马线前静后的车队，主动帮助老人的路人，井然有序的交通，处处可见的无障碍设施。你们看，这里的人开车从来不抢道，不加塞，走路都很有秩序。大家都很替他人着想，特别是对老人家。小芳一边放视频一边解释，就连公交车司机看到老人家上车都会说阿公阿嬷，慢慢来，等人坐稳了才开车。妈妈看着视频若有所思，这确实比咱们这里文明多了。上次我坐公交差点摔倒，司机还凶我呢。小芳继续说，
而且台湾的医疗保险制度特别好，看病很方便也不贵。前几天我感冒了，挂号才挂了150新台币，拿药也就几百块。最重要的是，医生和护士都特别有耐心，会仔细解释。最让我惊喜的是，小芳补充道，这里的养老设施非常完善，街道上到处都是无障碍坡道，商场、医院都有专门服务老人的志工。老人家想出门运动、买菜、看病都很方便。听到这里，爸妈的态度开始松动了。特别是当小芳说到台湾的治安情况时，这里晚上女生自己出门也很安全，路上没有人乱按喇叭，也不会有人随便骚扰你，大家都很有素质，很守秩序。小芳还说，你们放心，等你们来台湾养老，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。这里的生活节奏不会太快，街坊邻居都很热情，相处起来特别舒服，而且空气好，食物新鲜，特别适合养老。爸爸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，闺女，你能有这么深的体会，说明你是真的用心在那边生活了。只要你觉得好，爸妈都支持你。妈妈也说，是啊，咱们这一代可能改变不了什么，但是看到你在那边过得开心，我们也就放心了。说到这里，小芳眼眶有点湿润。丽姐，你知道吗？当时听到爸妈这么说，我特别感动。其实我明白，他们是担心我在台湾会不适应，但是现在我反而觉得，如果要回大陆生活，可能会不太习惯了。丽姐，说实话，刚来台湾的时候，我还觉得这里发展的不够快，路不够宽，楼不够高。小芳某天跟我聊天时这样说，但是住久了才明白，原来生活中最重要的是那些看不见的东西。小芳说，在台湾生活2年多，她最大的改变不是外在的，而是内心的。以前在大陆生活时，总是追求快节奏，恨不得一天掰成2天用。但在台湾，她学会了慢下来，享受生活的点点滴滴。你知道吗？现在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骑着机车，去巷子里的早餐店买个饭团，边吃边跟老板娘聊天。小芳笑着说，老板娘知道我是大陆来的，每次都会多给我一颗温泉蛋，说要让我感受台湾人的人情味。说起两岸的差异，小芳觉得最大的不同在于生活态度。在大陆，很多人活得很着急，总觉得要拼命往前冲，不然就会被社会淘汰。但在台湾，虽然工资可能没那么高，但大家都过得很踏实。她特别喜欢台湾人处处为他人着想的习惯，开车会主动礼让行人，吃饭会压低声音不影响别人，就连倒垃圾都会按时按点，不会给清洁工增加负担。这些可能是小事，但正是这些小事让整个社会变得更有温度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虽然两岸的生活方式有差异，但是我相信只要用心生活，处处都能感受到温暖。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